我叫常段杰，给大家说点关于救人以及观察场上局势的一些分享。比如这局，玩具救我后半血，玩挂了，场上还有2台机，都很多了。这个时候，咒术竟然还摸玩具，就是很多玩家就这样啊，不分辨场上局势，只要一个敢蹲，另外一个就敢摸。祭司和玩具一人修1台，咒术来救人就完事儿了。摸不摸完全没必要，毕竟路程还需要时间，也许还需要博弈一下，千万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做无意义的事情。你看那台机马上都修亮了，你还怕红蝶传呀？结果我发现季季也过来了，这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队友交流有问题。季季一过来，机压不好了，到后来一个上挂全员半血，我也是上挂飞的，而且我还被通缉了。另外2个紧接着也倒了，咒术被挂遗产，就是季季的大门机。红蝶因为担心季季自己快，先挂了季季，我就趁机去救咒术。这个时候优先救人位就是咒术，手里3层，我补遗产，他贴过去给压力就是了。但是红蝶想守遗产，过来听了下鸡的进度，然后因为这里还有2块板，他发觉没什么机会，那边人也过半了，他就决定去守人了。这个时候我补遗产，咒术只要在小木屋和他转，不贴太近，最后压满交3层，机就压好了。我生怕他直接救了，一直想发压满救，但是由于快捷语音 CD， 我还是晚了一步，他直接给救了。他俩都是上挂飞，红蝶抓谁都不亏，结果能赢的最后平了。还有这样的局面，我上挂飞，黄衣传大门，大门2个全倒了，小门可以开，这个时候你可以保平也可以摊，但是摊要摊得稳，一定要2人一起去，一个人去你就别去了。趁他挂空军的时候，我们抓紧对个先知。黄衣虽然有一刀啊，我也是上挂飞，但是追我其实更好些，至少我还能吃触手。他也不敢直接追先知，他怕追先知我就救空军了。这个时候只要尽量带走，让季季去救空军就好。但是这个季季有受难，竟然还不去救，他应该是在等过了1刀，因为1刀还在，1刀马上过了，他准备去救人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去开大门，大门的进度也不少了。开大门是为了方便他们一会儿离门近容易跑，而且会给黄衣很大压力。果然不放弃他们，回来抓我了。我吃了实体加速逃跑的时候看到了空军，这个时候不要2个人走一条路，因为他只能抓1个人，这样肯定能跑一个，搏一搏最终单车变摩托了。小可爱们知道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如何选择了吧？一定要多思考再决定，你的一个决定关乎输赢。